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本田晃一先生所著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如何与让您的人生幸福和富裕的最佳人生导师相遇；第二，成功和幸福的人做了什么；第三，金钱是无尽增长的，改变人生的秘密思维方式。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大家务必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与让您的人生幸福和富裕的最佳导师相遇。大家一定都希望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首先，我要直接给出结论。本书中提到，要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心态。希望今天的视频和本书能帮助大家学习到关于幸福和富裕人生的心态。竹田和平先生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投资家，是100多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被称为日本的沃伦·巴菲特。本书的形式是作者与和平先生进行对话，因此故事中不可避免的会以许多经历为中心。作者认为，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首先要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导师的人。对作者而言，这个导师就是和平先生。那么大家是否有可以成为自己导师的人呢？即使有导师出现，也会被忽视。始终保持我想向这个人学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成功者并不常见。当比自己更成功的人出现在面前时，心中那种无法言表的失败感会浮现出来，让人感到痛苦。如果心中有这样的自尊心，阻碍了向成功者学习的机会，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放下这种自尊心。我将探讨如何找到理想的人生导师，并能将其付诸实践的技巧。与人生导师相遇并请教的步骤如下3点：一、接纳还未成功的自己；二、改善与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三、行动之后，导师才会出现。接下来我将详细探讨每一点。一、接纳还未成功的自己。首先，学会喜欢尚未成功的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认为，只有成功之后才能喜欢自己，但实际上这并不正确。恰恰相反，只有接受失败的部分，才能真正100%的喜欢自己。显然，在各个方面都成功的人并不存在，生活中总是伴随着成功与失败，因此仅接受成功的部分，就只能喜欢自己的一半。对此，著名作家孝太郎曾说道：人们因优点而受到尊敬，因缺点而被爱。我们认为不好的部分，换个角度看，可能会成为可爱之处。此外，我们自认为不喜欢的地方，在他人眼中可能恰恰是魅力所在。首先，请关注自己讨厌的部分，试着喜欢他们。二、改善与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为了更容易遇到理想的人生导师，年轻时我们可能无法真正理解父母所表达的爱。然而，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父母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爱的体现时，这种被爱的感受便会成为我们谦虚向上级学习的重要基础。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每个人，但如果回顾与年长者之间的爱与教导的经历，可能会再次意识到向导师学习的重要性。三、行动后，人生导师便会出现。想要与人生导师相遇，然而导师是在行动中出现的，而不在于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导师不会仅仅坐在那里等您，甚至如果出现了，您可能也会不经意间错过。正因如此，开始行动是本书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这本书，您可能会意识到，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以及对导师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喜悦，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必要考虑复杂的事情，只需将想要从对方身上学习的真诚心情传达给他们，他们也会给您回应。虽然本书最初是讨论与金钱有关的导师，但这并不限于金钱。在寻找实现梦想的导师时，这同样适用。请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本书的内容，当然从金钱入手，像本书的作者一样，最终也有可能遇到人生的导师。生活中万事万物都是相连的，首先遇到能够为您指引方向、提供指南的导师，才能开启前进的道路。迈出第一步行动才是关键。接下来是第2部分，成功和幸福的人做了什么。
你们知道给予的重要性吗？作者提到，成功且看似幸福的人常常谈论给予，而那些虽然成功但看起来不幸福的人，几乎从未提到给予这个话题。请大家再次思考一下给予这个词的含义。给予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在做到这一点？看来，给予在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更加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而不是如何给予。他们生活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总是考虑如何超越他人，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永远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难道没有人更喜欢谈论如何赚钱，而不是给予吗？首先，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心态。如果生活的核心是给予，那么眼前的烦恼将会迎刃而解，生活将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为什么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此重要？从金钱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也能明了。每个人对金钱的印象各不相同，人们往往按照自己对金钱的看法去处理金钱。如果认为金钱肮脏，金钱就会显得肮脏；如果认为金钱是会失去的东西，它就会失去；如果认为金钱是卑鄙的东西，它就会显得卑鄙；如果认为金钱是需要努力去赚取的，那么金钱就会变成需要辛苦奋斗才能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如何使用金钱，还是如何赚钱，这些都伴随着情绪。例如，若在感到压力的情况下赚钱，所赚来的钱往往会伴随着压力而花掉。许多人对此可能会感到耳熟能详，这在《富爸爸穷爸爸》中也有提及。改变对金钱的看法并不容易，但通过给予，我们甚至可以改变对金钱的印象。作者提到，他在改变对金钱的看法时，赚钱和使用金钱的方式也随之改变。当快乐与金钱相伴而来，快乐也会伴随着金钱而去。想要幸福，就必须关注对金钱的印象和赚钱时的情感。不论掌握了多少赚钱的技巧，如果对金钱的看法不正确，这些钱也无法带来幸福。首先，我们要改变对金钱的看法。接下来，让我们具体探讨一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懂得给予的人。我想引用和平先生的一个故事。在战后不久，和平先生在制作蛋黄饼时，使用的是新鲜的鸡蛋，而不是使用的无精卵。他说，虽然用无精卵也可以制作，但在煮熟之后，生鸡蛋的味道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混入烘焙糕点时，味道是难以区分的。无精卵的进价大约是正常价格的一半，因此很多制造商都选择使用无精卵。然而，和平先生坚决坚持使用新鲜的鸡蛋。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乎消费者的感受。那么，是什么让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当今这个富裕的时代，或许会有这样的可能，但在战后的贫困时期，这让人难以置信。作者对和平先生感到有些不解，在现在这个富裕的时代，我能理解，但在战后的贫困时期，难道您不需要更多的钱吗？和平先生回答道：“我相信上天在看着我。其实您不必信仰上天，但您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自欺欺人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把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掺入产品中出售，我自己也会感到反感。我希望能够在上天面前快乐地走下去。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满足自己。满足自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富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珍惜的。为了意识到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作者与和平先生曾在一家乌冬面店里享用700日元的定时，但在点餐时，他想要一个饭团，店员却告诉他抱歉，卖完了。作者微微不快，心想既然白米饭还有，那就能做成饭团呀。而和平先生却认为，卖完了就意味着生意兴隆，这其实是值得庆贺的事。因此他回应道：“那真的很不错，您的生意很好。”在这个对话中，和平先生却用另一种角度去感受，分享着快乐。思考一下，谁更幸福，谁更富有？答案显而易见。后来餐厅的店员走了过来，和平先生对他说：“谢谢。”
这顿饭真好吃。之后又到厨房的窗口跟里面的人说，这顿午餐真是美味，谢谢。此时店里的所有人都走出来，鞠躬送别和平先生。他以700日元的午餐，享受到了价值3万日元的服务。和平先生一边说着谢谢，一边陶醉于这种如同在高档餐厅用餐的愉悦感，心里感到十分满足和快乐。实际上，谢谢这个词是免费的，却能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幸福，这真是个神奇的词汇。因为我觉得这里面隐藏着和平先生的富有之道，这里是让自己内心充盈的秘诀。他真的能捕捉到这种丰富的感觉，并享受其中。他可以把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来体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和平先生都是一个能够满足自己内心的人。他在各种场合中都能让自己感到满足，而且他的言行也能让周围人的心灵得以充实。原来，如果能成为满足自己的人，就能成为给予他人的人。这一刻我明白了，正因为如此，才能给予他人。你们觉得如何呢？成为一个能体验到丰富生活的人，不一定需要拥有很多钱，现在就能做到。然而很多人却总是对日常生活感到不满，无法意识到自己拥有的珍贵之处，无法察觉到自己内心的满足，因此也就无法为他人付出，最终只能陷入到得不到回报的恶性循环中。作者在书的最后也提到，和平先生总是先怀有感恩的心，而不是不满。在与竹田和平先生相处的过程中，作者深深感受到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先怀有感恩之心。如果觉得不足，就会创造出不足的现实；如果觉得满足，就会创造出满足的现实。你所想的现实，就是你所看到的现实。当然，也可能有人会利用现状的不满来推动自己的人生发展。也许有人通过将不满转化为动力而获得成功。但是作者认为，能够意识到现状的美好，并在心中怀有谢谢的人，才能更幸福。特别是对于那些并不打算大幅度改变自己人生的中高年龄的人来说，希望你们能进行这种思维转变，去体会现状的美好。在你还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或许可以把现状的不满转化为动力，去追求巨大的成功。但对于那些没有那么多力量和精力去努力的人来说，更希望你们能意识到现在拥有的丰富，感受到喜悦与感恩。如果能对现在的自己表示感谢，就能让自己得到满足。这样一来，便会有余裕去给予他人，因此必然能让您的人生逐渐改变。以感恩、被感恩和奉献爱为轴心，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如何呢？接下来是第3部分，金钱是无尽增长的，改变人生的秘密思维方式。那么现在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关于金钱的内容。日本最大的投资家和平先生是如何看待金钱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我将引用本书中的一段来介绍。作者问和平先生，对您来说，金钱是什么样子的？他回答，金钱是无尽的增长。作者好奇地问，为什么金钱会无尽增长呢？他解释说，因为当你让别人开心时，金钱就会增加。我想让面前的顾客开心，如果我做到了，他们就会乐于支付更多。当他收到这些钱时，心里会感到高兴，进而想要让更多人开心。他说，这样一来，钱就会不断增加。作者继续说道，我明白金钱会无尽增长，但如何才能让金钱聚集到自己身边呢？他回答，让周围的人幸福，同时自己也感到兴奋，金钱自然就会聚集过来。也许很难达到这种思维境界，但如果能这样想，金钱可能会自然聚集到身边。随着对和平先生故事的深入阅读，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意识，他更加热衷于为他人着想。因此，通过为社会和他人服务，能够吸引到那些也想为他人付出的人。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力量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取得巨大的成功。最后，我想介绍我个人在书中最喜欢的和平先生的一个故事。他说，如果想要成功，
就要理解成功人士们的动机。有动机的人能够坚持到成功，而没有动机的人则难以坚持。成功的人们最初的动机是保护家庭，让父母过得好，确保妻子和孩子的安全。首先要保护家园，保护好家园后，他们才会想要让社区繁荣。通过这种方式逐步扩大自己的动机。他们通过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找到了独特的道路，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花朵盛开。成功人士普遍认为，金钱本身并不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实现更大目标的工具。他们意识到，金钱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带来的机会和选择，能够帮助他们创造更丰富的生活和更高的成就。即使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迷失方向，他也决定像和平先生一样，从感恩中得到成长。作者开始感到非常幸福。和平先生说，这种兴奋感是非常重要的。上天必定会为每个人准备一个最能发光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感到兴奋的地方。这正是上天为他们准备的地方，必然是合适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上天一直在爱着我们，要意识到上天的爱，感恩他人，被感恩和奉献爱，然后只要去那个让您兴奋的地方，尽情发光就可以了。让我们暂时抛开理论，与和平先生一起笑一笑。他的话不需要完全理解，或许你会发现笑声会让这些理念深入您的内心。今天的视频中讨论了满足自我、感恩现状和给予他人的重要性，这些内容都是非常精彩的。希望您能够从中获得灵感，将这些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与他人分享快乐，创造更多的幸福时刻。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